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5月1号，劳动节啊，国际劳动节，祝大家节日快乐。那么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啊。我想聊什么呢？就聊一下我怎么治疗好了我的这个高血压啊。当然了，我不是医生啊，所以就是我并不是教大家怎么去治疗高血压啊，我只是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啊，我告诉大家，我分享给大家我的高血压是怎么好的。希望能够给大家呢有一点点的帮助，对吧？首先呢，我讲一下我自己的情况。我目前呢是41岁啊，然后呢，我的身高是1米76啊，我的体重呢是89公斤啊。那么我自身呢还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啊，就是家族遗传性的，我有那个就是多囊肾和多囊肝啊，就是 PKD。我根据我做的这个一些报告吧啊，那么这个多囊肾、多囊肾的这个症状呢，就是水泡啊在长大啊，然后我的肾啊也已经就变大了，对吧？那么我之前呢，差不多在4、5年以前吧，啊，我就当时发现我有这个高血压啊，就是在疫情的，就是2019年、2020年左右啊，我发现这个就是我有高血压。那个时候我才40岁还不到吧，啊，当时呢，我采取的是吃药。其实我一直到前2个月我还在吃药啊。那么我之前呢，因为我也有那个一些脂肪肝嘛，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体重啊，我的身高啊，就能知道啊，我应该是属于有一点就是肥胖的，是吧？啊，内脏脂肪肯定也是不少的啊，所以我有一些脂肪肝。我并不清楚啊，就是我的高血压是因为我的肥胖啊，我的脂肪肝引起的，还是我的那个多囊肾遗传引起的啊？那么这个是2个都有可能会引起我有高血压的，对吧？再加上我之前还有一些那个啊，有那个比较严重的抑郁的那个情况，所以呢，就是一团混乱啊。因为当时我只知道吃药，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或别的选择啊，因为我自己都根本就搞不清楚。我去看医生，呃看那个营养学的啊，就是减肥的这些东西的，或者是内分泌科的啊，那么他也说啊，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引起的高血压。然后我去看那个肾内科啊，那么他也有可能说啊，你是由于这个多囊肾引起来的高血压。所以就是你自己并不清楚啊。我在中国也看过，我在这个欧洲我也看过啊，我都看了。那么直到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前2个月吧，啊，就这2个月。前2个月我突然看了一篇那个文章啊，也是一个医学专家说的。他说全世界的高血压患者啊，他说就是只有很少的人，大概是5%还是多少的人，是因为没有就是吃高血压的药物而导致的，就是呃就病情严重了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他说，为了这个5%的这个比例，但是其他95%的人其实他都一生都在吃高血压的药物。同时高血压药物当然也有可能就是会对你就造成别的一些影响啊。那我当时就突然看了这么一篇啊，因为如果经常看我视频的人就知道啊，我这个人是一个就是就不停的喜欢新鲜事物的人啊。
再加上呢那些天呢，就是我的高血压药物也吃完了，所以我就突然当时我就觉得，我要不就别吃了吧，我说我别吃了，我停用一段时间，然后我再看一看情况。然后呢，我就开始自己就没有吃了，没有吃了呢，嗯，我那个每天测量啊，就我的血压现在一直是在80到那个130之间啊，低的时候差不多就是75啊、72高的时候差不多就85左右，就从来没有超过90。上限也是就一直在130啊，低的时候就在120、110几吧，就从白天到夜晚。因为我买了一个那个就是上臂式的那种测量高血压的仪器啊，我当时是从那个就是从中国当时买的啊，就是一个日本的品牌，然后我就把它带到这边来了啊。那个它是可以连接到我的手机，它是有蓝牙功能的，所以就是我一天就测很多次，然后呢，它自动会帮我生成一个高血压的一个表。那之前我高血压高的时候呢，我有过就是低压就在100，然后高压的话是在160啊，这个是很高的。还有一次啊，就有一次很热的天气，然后可能我中暑了还是什么的啊，那一次就特别高，我都去医院了。那么一直到现在啊，已经2个月过去了，我也没有吃药物啊，我也没有运动，我也没有什么非常刻意的，就是去针对这个事情做什么行为啊。但是我现在每天测量血压都是这样的，都是很稳定。所以呢，我就仔细的就分析，就到底为什么我的高血压就变好了。那我分析下来呢，主要是几个点啊。首先呢，就是还是在饮食上面。因为我过去呢，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去开了一个摄影的工作室，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接了很多就是关于美食拍摄这种方面的业务有什么比如说新开的酒店或者说全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酒店度假村或者说是一些什么米其林餐厅之类的他们要拍摄一些宣传的东西，我会去帮他们拍摄。那么每一次呢，就是少不了就是要品尝一下美食这个是我觉得在那个阶段里面，就我体重迅速的增重的我原来只有75公斤但是我去开设那个摄影工作室，差不多我有增加了，一直到90公斤到了90公斤，我的人就开始头晕了所以呢，就是来了欧洲以后呢，就自然的这些饮食什么的就停掉了，因为这些饮食基本上你是在那些其实吃的就是商业的饮食嘛，就是高油高热量或者是盐对吧这些情况，可能还要喝酒那么来了欧洲以后呢，这些就基本就没有了所以我基本上是在自己家里面每天自己做那个吃的。而且呢，就是我每天呢，基本上我只吃1顿到2顿饭就是我基本上早上我是不吃什么的，我就喝一杯那个美式咖啡这边的意式我实在是喝不动意式喝了我会有点恶心的感觉所以我就喝美式就是浓缩咖啡加点水嘛，我也不喝那个加牛奶的也不加糖，反正就每天喝一杯美式咖啡。然后呢，这边吃午饭的时间呢是在那个下午2点钟左右吧，所以基本上我就是在2点才会去吃。然后我是一顿饭我基本就烧1个菜最多2个菜，因为你会嫌麻烦的要洗碗什么，对吧？你总不想一天天洗碗之类的，所以也是懒的。
那么到了晚上呢，基本也是在吃，但是就吃的少了，因为晚上可能就虽然像西班牙这边晚饭是在9点到10点，或者是8、9点但这个时候就是你就可能也吃不下很多东西了就因为你养成习惯了嘛，所以你可能就在吃饭的上面会稍微少一点所以我的饮食一天下来就是不多的，比过去一下子量少了很多然后呢，就菜什么种类也会很少。这个也是就是我在欧洲发现的，因为我发现他们总是就吃一个面包或者吃一点点东西，但他们人都也很强壮，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每次吃饭要烧4、5个菜什么的这样其实我觉得加大的摄入了很多油盐或者别的东西，对吧？或者说其实你多吃了很多东西，你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营养。那么然后呢，就是我把这个油我之前一直是吃什么葵花籽油什么大豆油这种油那么我来了这个欧洲，来了西班牙以后呢，因为西班牙它是产这个橄榄油的，并且这个橄榄油这边的价格在正常的情况是很便宜的，去年它有涨价就是有贵了一点。但一开始我不太愿意买橄榄油说实在的，因为我觉得葵花籽油就这个油它看起来外表对吧，都是精美的包装，或者是看起来很清澈就凭什么我要去买一个这个4倍到5倍的价格去买一个这个橄榄油呢？是吧？我会觉得这有点智商税说实在的，我会觉得有点智商税。但是呢，就是有几次吧，一个是在这边认识的人，比如说我学语言的老师他就会说他家里面什么橄榄油树榨的橄榄油吃了什么很好之类的他会就潜移默化，他告诉你这些东西。还有呢，就是我在外面，比如说去吃饭他这边会有一些什么橄榄油拌的那个虾或者说橄榄油做的一些烤鱼之类的。我吃觉得味道不错就配一些什么香料。所以呢，就是我后来也就开始改变了我就买了橄榄油，我就不买那个豆油了。当时呢，我买了橄榄油以后呢，我吃了一段时间呢我有几个明显的变化。一个呢，就是好像我人就变得稍微轻盈了。其实我体重一直没有改变，但是我感觉好像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人好像脑子清楚了一点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呢，我觉得我的那个就是大便什么的这些都变得更好了一些然后呢，总之吧，反正就是你身体产生了一些变化这让我觉得人就会舒服了很多我就觉得这个钱花的是值得的，并且呢，由于这个橄榄油它价格毕竟要贵4倍5倍嘛，所以我每次用的这个油，我的这个数量就会少放一点因为过去的话，比如说用那个豆油葵花籽油什么，有些菜什么我还要去给它多放点油或者什么对吧？但是由于这个橄榄油价钱贵嘛，所以我就会少放一点。还有呢，就是那个盐盐的话呢，基本上我都换成了那个粉盐就是要自己手动去磨的那种粉盐。然后呢，这边也买不到什么别的调料就欧洲这边没有什么很多调料。你像过去可能还要放什么各种酱什么各种调料嘛，但是在这边其实每天吃的最多就是吃点酱油，然后吃点那个盐胡椒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在调料方面可能也摄取的就变少了一点。再加上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晒太阳我不知道晒太阳对高血压有没有什么帮助可能科学上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我觉得就是就每天你出来走走吧，每天你晒一下这个太阳它让你好像就是人变得有一些
轻松啊啊，就是因为像现在我就被晒了嘛，晒了以后我觉得人有点昏昏沉沉的，是吧？就你人好像不是一种就是特别紧张的啊，好像冷啊，或者说没有阳光的时候，你会觉得人有点这种精神会有点紧绷的感觉啊。但你晒了太阳，你就觉得哎呀好晒啊，像我眼睛都感觉睁不开，戴了太阳眼镜就觉得有点睁不开啊，我就会有点觉得人好像像喝醉了那种感觉啊，所以人就是可能松弛的啊。我认为这个是不是对高血压什么对血管什么会有一些就是帮助啊？还有呢，就是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夜生活啊，基本上就是晚上虽然是啊，我可能也会熬夜去看看玩玩手机啊，看看电影啊，看看电子书啊，看看什么啊，但是就不会去外面什么酒吧里喝酒啊或者什么的啊，因为我们这是个小城，所以生活相对来说单调一点啊。那基本上就睡眠什么的啊，就处于一个挺安静的吧，也没什么喧闹的东西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的家里面是没有空调的啊，就天热了也就天热了，我就出汗喝水啊，我也没有空调，到了夏天是很热的啊，但是我这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喜欢这种就是呃空调，还有就是转的很快那种电风扇啊，那种电风扇装在我头顶上，它一直转，我会害怕的啊，我会担心它会掉下来。或者它转的很快吧，你看了感觉就有点不舒服啊。所以虽然我会去买电风扇，但我会买一个立式的那种啊，就也不会开得很大。我不喜欢这种人造的那种风，我比较喜欢这种自然的。我认为出汗是好的啊，就多出点汗，多喝点水，这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我觉得也是生活上好像改变的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吧，不太会有让我有一种就是非常紧张或者紧绷的事情啊。就比如说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去买菜啊，每天我可能买菜的时候啊，要去讨论一下价格啊，或者担心是不是就是秤少啦什么问题的啊。然后你去哪里玩啊什么的啊，也担心会不会，反正就是啊，有一些很复杂的，对吧？就是你要去脑子运转一下啊，你担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你在什么网上买东西啊，在闲鱼啊，在淘宝上买东西啊，对吧？你也会担心啊，这东西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你要去和对方交流交涉啊。虽然就是也不一定说啊别人有什么问题，但是每次这种交涉啊会让你浪费一些时间。那么在欧洲这里呢，就这种事情就很少啊，因为基本上这边买东西也没有还价的，就反正它就是一个价格，然后呃也没有什么就是那么高的频率啊，你会遇到整天要去交涉的事情，对吧？然后呢，你比如说像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啊，如果我在街上开车啊，那么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危险的这种动作啊，就有的车离你的很近啊，或者有的车超你啊什么的啊，就这种也会造成就是就是心脏好像一下子会跳得很快啊，或者你加速啊，猛然就是增加你的血压什么的。呃，这个好像这种事情还是挺多的啊。说实在的，就是开车的这个部分。那在这我也没碰到这个问题。首先在这边我不开车，第二点就是这边真的开车的话，他们也特别的守这种规矩啊，就不太会有这种什么就超速啊什么事情啊，大家都很猫开的啊，都离你很远。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日常当中啊，遇到让我去思考或者说让我去想的很复杂化的事情变少了，或者说一下子让我增加血压的事情变少了。啊，除了前几天，比如说我去做那个核磁共振啊，到医院里面，因为我是第一次做核磁共振，所以一开始就是送到仪器里面去的时候啊，我觉得眼前一黑，一下子我心脏就加速了啊，就这种感觉很久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啊。
所以吧，就是我前面说了啊，就差不多这些事情啊，就我觉得它改变了啊，就是我的这个血压啊，所以我现在血压就变得很平稳啊。因为我母亲也有高血压，所以经常她也会跟我探讨。她跟我说的更多的是啊，她说我是不吃盐的，她说我每天就把菜水过一过，或者说她是不吃油的什么的啊。当然她现在也是血压变好了，她也很神奇，她有着近10年的高血压啊，20年的高血压，但是她现在就没有高血压了。而我呢，我其实还没有锻炼啊，也没有去呃很刻意的注意饮食啊，我其实跟正常的吃喝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吧啊，就是我分享给大家啊，就是我的这些经验或者说我的经历吧啊，希望大家能够从当中呢找到对自己有益的部分啊，也希望嘛，就是许多已经得了高血压的啊，能够也能够变好